崔子琛猛地睁开了眼睛，他的心脏此刻犹如火烧一般疼痛。又来了吗？这次是轮到了我。慢慢的，心脏的剧烈疼痛总算是稍微恢复了一些。他下了床，将灯打开，他看到了那个东西。卧室的墙壁上，此刻赫然出现了2行完全由鲜血组成的字。这极度诡异的场面，若是一般人在这午夜时刻看到，都会吓得魂飞魄散。但崔子琛却没有什么反应。又轮到我了。6月7日到7月7日，前往 C 市市郊的幽水村，并居住满这1个月时间。这行诡异的写字在崔子琛看完后，忽然开始变得模糊起来，逐渐消失了。幽水村，崔子琛记住了这个名字，还想回去睡，可是已经不可能睡着了。拿起咖啡喝了起来，此时他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了。搬进这个公寓居住已经快1年了，虽然1年似乎不算长，但却感觉仿佛度过了无数年一般。清晨，崔子琛走出房门，他所住的是在4楼的404室，相当不吉利的一个房间号码，但这也不是崔子琛能选择的。来到公寓的1楼大厅，你们的墙壁都出现血渍了吧？是的。原来如此，那么至少这次有4个人作伴了。子琛，真的没事吗？这次居然要我们待上1个月，而且还是在远离城市的郊区村落。是啊，我查过地图了 ，C 市市郊背靠大山，非常荒凉偏僻，就连什么希望工程都没有和那里产生联系，完完全全是落后的山区村庄啊！咱们国家的农村多了去了，像那样完全和城市脱节的穷困落后村庄也绝对不在少数。别想太多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还是应该没有新人出现了，估计这次墙壁出现血渍的就咱们4个人了。快7点了，你们3个先去上班吧，我继续在这等，如果有新的成员，我再打电话给你们。崔子琛的镇定和睿智一直都令他们几个很安心。刚才我已经上网查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查出幽水村这个地方。不过既然说了是在 C 市的市郊，总会找到的。时间如梭，很快到了6月6日。此刻是在下午2点30分，崔子琛随同那3人一步一步地前行。他们来到的这个村子和外界几乎与世隔绝，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连水电都没有，这可以说是相当穷困了。穿风衣西装青年名叫秦守天，他是一名小报记者，因为时常在外面跑新闻，所以倒也不算太累。但其他2人穿黑色衣服的小伙子罗恒言和少女叶可欣都是平日里坐办公室的普通白领，走了好几公里的山路，鞋子都磨破了，他们都感觉异常疲惫，但是谁也不敢歇息，必须要尽快在天黑以前到达幽水村。崔子琛看上去倒没有怎么疲劳。子琛，还要多久才到啊？我的腿都快要断了。你想停下就尽管停好了，只要你不怕死，我也无所谓丢下你。怎么会？等等我。罗恒也很清楚崔子琛的个性，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在那个公寓生活的人最后都会变得漠视他人的生命。罗恒言住进那个公寓也就半年的时间而已，没有人可以违背那写字的指令。几人继续走着，崔子琛注意到一个挑着2桶水、长相秀丽的农家女孩经过，于是立刻叫住了她。这位姑娘，这里是幽水村没错吧？对，没错。请问你们是？我们是从 A 市过来旅游的，走了很长的山路，想到村子里歇歇脚。真难得，居然会有城里人来呀！我叫阿秀，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王大叔的饭馆去。王大叔家的素面味道真的非常好，都是用井水做的。井水？这个村子果然没有自来水吗？而且刚才眺望的时候也确实没有发现电线杆，看来这个村子果然相当落后啊。这个叫阿秀的农家女孩倒也很热情，崔子琛他们便要跟着她走了。这时候崔子琛的视线无意中移向了阿秀身后挑着的一个水桶，那个水桶里的水看起来很是清澈，不知道是井水还是溪水，但是崔子琛的身体在此刻却像是触电一般地震住了。崔子琛瞬间倒退了好几步，心在狂跳不息。女鬼突然消失了，随后再走过去看向那水桶，依旧是一桶普通的清水而已，毫无异常之处。但是崔子琛却非常清楚，刚才他所看到的绝非眼花。阿秀姑娘，我们还是不麻烦你了，
看你挑着水桶也挺忙的。随即也不等阿秀回应，大步流星地走向那3个同伴。走。3人立即心领神会，众人离开了阿秀。阿秀则是愣愣地待在原地，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走在村子里，他们的生面孔引来了很多人的注意。村子里的人都疑惑地看着他们，这里也不是什么名胜古迹，怎么会有游客前来？子琛，刚才你已经看到那个东西了。虽然早知道进入幽水村绝对不可能平安无事地度过1个月，但是没想到刚刚踏入这片村子，还是在大白天就……崔子辰看向头顶的天空，只感觉太阳似乎也在渐渐被云朵所遮掩。这一次，他们4个能有几个活到7月7日回到那个公寓去呢？1年了，这样的事情崔子辰经历了很多次，他有好几次都险些死去，险些死在那些东西手上。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没有人知晓，但却是无处不在，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置你于死地。而在这个世界，唯一可以躲开那些东西的地方，就是在那座公寓内。只有在那里，他们绝对可以保证安全。这就是成为那座公寓的住户后绝对无法违背的规则。崔子辰的理念一直和父母不合，在 A 市一个人租房子住，做了一名网络小说家。崔子辰，该交房租了。没有。崔子辰小说在网上人气日渐下滑，1个月的收入还不到几百块，现在交房租真是要成问题了。是得找一份工作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了。一天，崔子辰在街上走着，一条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忽然猛地感觉后背传来一阵凉意，想要离开，但是就只见他的影子开始自行移动了。影子脱离了崔子辰，朝着眼前巷子的拐角处移动而去。崔子辰不顾一切，沿着那影子逃跑的方向，巷子的拐角走去。崔子辰看到影子进入了一座公寓，这公寓在一块非常大的空地上，公寓主楼很高，但这座公寓有着一个极为诡异的地方。现在是正午，太阳直接照射下来，而这巨大的公寓在地面上居然没有影子。来不及多想，崔子辰立即走了进去。只见他的影子穿过客厅漂浮到了一座电梯里，崔子辰立即飞奔到电梯门前，看到影子去了4楼，崔子辰紧跟其后也上了4楼。到了4楼，崔子辰一直在长廊上寻找自己的影子。崔子辰走到404室的门口时，忽然只见他的影子从那房间的门缝处飘了出来，又回到了崔子辰的脚下。影子的手上似乎抓着什么东西，但无法看清楚，影子就将那东西塞入了裤子口袋中，随即影子变得正常了。崔子辰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是一张房卡，上面写着404。崔子辰好奇地打开房门走了进去，入眼处是一个客厅。这究竟是哪里？你是新来的住户吗？你是谁？你别害怕，我和你一样，也都是影子忽然自动的跑入这个公寓，然后就变成这个公寓的住户了。你也拿到房卡了吧？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座公寓究竟是什么？既然你是新的住户，根据惯例，我带你去见我们的楼长吧。他是我们一致推举的，你去见了他之后，他就会告诉你情况，接着会把你登记下来。楼长，这座公寓目前一共住了39人，加上你就是40人了。我们所有人全部都是强行被这座公寓束缚住，并不得不一直住在这里的。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住在这个鬼地方？没办法的呀，我当时刚进入这座公寓的时候也很害怕，但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我们的影子一旦进入了这座公寓，被赋予了那张房卡，就代表成为了公寓的住户，那样就逃脱不了这座公寓了。不能逃离？为什么无法逃走？逃走的住户都会被自己的影子杀死。什么？你开玩笑吧？你不是看到了吗？那影子已经被这个公寓完全操纵支配了。平日里，影子完全可以由你自己随意的控制和支配，但是如果你做了违背规则的行为，影子就会脱离你，将你杀死。我住进这个公寓2年了，看到过很多因为违背公寓规则死去的住户。这座公寓是谁建造的？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当住户？我不知道，2年来我也思考了很多次，可是我都无法理解，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这座公寓本身就是无法理解的。不过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无法见到建造这座公寓的人，而对不是住户的人而言，公寓也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穿过一条巷子来到这的？是啊，怎么了？其实那根本就是条死胡同，只有被选为住户的人才能通过那条巷子进入这个公寓。公寓所占有的这块空地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不存在。我是这栋公寓的楼长，我叫夏渊。夏渊是一个年纪轻轻、看上去很斯文儒雅的一个男子，而他居住在这座公寓的时间已经超过5年。每当有新的住户搬进来，老住户告诉详细的注意事项，如果不说清楚，就有可能触犯禁忌，就会死。而最基本的规则有2条，而一旦成为公寓的住户，那么这2条规则无论如何都要遵守。第一，也是最基本的，除了血字的指示要外出的情况以外，绝对不可以连续离开公寓的时间超过48小时，一旦违背这条规则就会死。第二，成为住户后，自己所住的房间墙壁出现血字后，就必须绝对遵守血字的指示，如果稍有违背也会死。要想在这个公寓中活下去，唯一的生机就是能够在规定时间结束后及时逃回公寓内，无论指定地点存在着什么，遭受到怎样的诅咒，一旦逃回公寓内，就能够完全的脱离一切危险。进入公寓后再走出去，也就不用担心会受到伤害，直到下一次血字出现为止。血字指示一般都是由易到难的，第一次血字指示危险度最小，存活的几率也相当大，但从第2次开始，危险度和诡异程度也会逐步增加，接着第3次、第4次都是要拼尽全力才能够侥幸活命的。血字指示间隔的时间一般是以月为单位，根据老住户的经验，从未出现超过半年未在整个公寓发布血字指示的先例。而房间出现血字指示，心脏就会产生出灼烧的感觉，那样即使不在房间里，也会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房间出现了血字。一旦看完血字并记住，血字就会消失。最后，根据老住户们几十年来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要离开这座公寓，方法唯有一个，那就是连续完成10次血字指示，还可以活着，就能获得自由，搬离公寓而不必担心会死。几位是城里人？眼前一位中年大叔叫住了崔子辰他们。如果你们是要采访那件事情的记者，就立即给我离开。都那么多年过去了，还纠缠着不肯放啊！那件事情会不会和这次的血字指示有什么关联？不是的，先生，您误会了，我们只是普通的观光客，想来借住在贵村而已。放心，我们会付钱的。胡说！你们还是快给我走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用心。那中年男人越来越是激动，但崔子辰很清楚，他们绝对不可以离开这个村子。根据写字指示，他们必须在这个村子待上1个月的时间，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死。什么事情那么吵啊？村长，他们是城里人，肯定是冲着李冰的那件事情来的。年轻人，你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前来的？你好，老村长，我们纯粹只是进入这山中游玩，想体验农家风情，所以才想住在这个村子里。你放心，我们不会白住的。哦，体验农家风情，蛮有意思的嘛。那好，你们就住到我家去吧。这村长居然那么爽快就答应了。村长，你怎么能够让这些来历不明的人去你家呢？他们肯定是记者。无所谓，幽水村也很长时间没有客人来了，难得来了客人，怎么可以不好生招待呢？这老村长莫非别有所图？不管了，只要能住下来就好。我是本村村长，姓张。张村长，为什么你愿意让我们住下来？哈哈，我和那些未开化的老古董不一样，幽水村不能永远都在这大山里固步自封的发展。别紧张，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老爷，这真的好吗？明天就正好是冰儿的忌日啊，在这个时候。冰儿的忌日，明天就是根据公寓的血字指示，正是在幽水村开始居住的日子。而那个冰儿，就是刚才提到的李冰吗？又恰好是忌日，这是巧合吗？临出发前，夏渊特地给了崔子辰一个忠告：第4次血字指示开始，危险往往处于无形之中，要活下来就要观察、谨慎，寻找出某种规律，即使再微小的不自然也不能放过。已经很久没有能活过3次血字指示的人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活下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千万不可以相信任何人说的话，甚至连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因为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也许你明明走在悬崖峭壁上，可你却会感觉自己实际上在平坦的地面。好了，你先回房间去吧，我自有分寸。几位，可以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吗？毕竟崔子辰既然是来历不明的人，村长也要搞清楚。我叫崔子辰，这位是叶可欣、秦守天、罗恒言。老爷，我听村里人说，你带了群来路不明的人要住进来，是真的？阿武，怎么这么不懂礼貌？我请谁来，还要你批准不成？你想请谁是你自由，但我可看不惯这帮不三不四的人跑村子里来。你说谁不三不四的？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计较这种事情的时候吗？这位先生，我们是在体验农家风情的，绝对没有恶意。住上1个月，我们就会离开。1个月？还想住那么长时间？给我滚！告诉你，什么闹鬼，都是心虚的人说的。那个李斌是自杀的，公安局都结案了。还有人借鬼神之说，捕风捉影。自杀？这倒是有些意外。看阿武愤怒的样子，闹鬼肯定不是什么捕风捉影。好了，阿武，你给我回房间去。崔先生他们就是我的客人，你怎能够对客人无礼？老爷，你还真让他们住1个月，你知道他们的底细吗？给我回房间去！为了我们几个素不相识的人打自己的外孙，这村长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不自然的程度越来越强烈了。看你们得意到什么时候！阿武，你这是怎么了？妈，你自己去问老爷吧。阿武，让各位见笑了，各位什么也别在意，尽管住下就是。崔子辰感觉到张村长请他们来，肯定有什么用意存在的。张村长家里一共住了4人，便是他女儿张英兰以及外孙张红武、外孙女张素月，而村长的女婿则在3年前去世了。冰儿姐姐。同一时间，白天为难崔子辰他们的中年男人，他叫严浩天，目前一人独居。村长究竟在想什么呢？现在正值夏季，可是严浩天却感觉浑身发冷。严浩天立即坐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整张床、被子以及地面不知道何时完全被水浸湿了。严浩天下了床，走出了卧室，来到外面一看，发现地面的积水相当严重。下大雨了吗？抬头望去，窗外明明是皓月当空，没有丝毫降雨的迹象。天花板上居然留下了一排排的脚印，由水组成的脚印，那脚印清晰可见5只脚趾。天花板上的脚印居然延伸到厨房中。严浩天虽然非常恐惧，但还是想去看看，或许能够找到什么解释，理解这种诡异的现象。厨房并不是很大，完全可以一览无余，根本无处能够藏人，除了那个大碗橱，而天花板上的脚印居然就是延伸到碗橱上方，然后移动到了碗橱所靠的墙壁上。不可能的。不会的，和我无关。一兵，你是自杀的，不是我害死的，你别来找我。一阵风吹来，碗橱门再度被推开，里面依旧只是摆放的整整齐齐的碗，而那些积水也全部消失了。崔子辰看着窗外皎洁的皓月，现在已经是午夜0点，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被束缚在这个村子中了。只有1个月后，到了7月8日午夜0点，才可以离开这。1个月还真是长的罕见啊！崔子辰此刻回想起第一次见夏渊的情景。不会吧，他就是在这个恐怖的地方住了4年的人。可心，去通知大家来新人的事情吧。叶可心害羞的不敢直视夏渊。你别太紧张，第一次进入这个公寓的人都会不知所措，而当我告诉他真相后，都会有一种世界观崩溃的感觉，很难接受和相信。
我到现在对这一切都感觉是云里雾里的。夏先生，我真的要一直住在这里吗？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我必须告诉你，离开这个公寓超过48小时就会死。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跟你视频。我为了能够让人相信这一点，以前曾经……我信。那么你们在那些血子指示的地点都遇到了？是的，能够活到今天，回首过去，简直就是噩梦啊！来了个小帅哥呀，叫什么名字啊？你好，我叫崔子晨。来到这个公寓也不要怕，姐姐会保护你的。子晨，不要介意，一王就喜欢开玩笑，我叫华连城。没关系的，一姐这样子很热情。一王说的也没错，大家毕竟都是互相扶持着活到现在的。接着，夏元带他认识了公寓内的邻居们。给崔子晨带来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几个人，首先就是住在706室的华连城和一王夫妇。他们比崔子晨早1年住进这个公寓，为人非常热情，和他很谈得来。还有2个人也让他难以忘记，一个是住在502室的唐文山，是个极为阴沉寡言、双目极为冰冷的青年，看到任何人都是一副对方和他是不共戴天仇人一般的表情。还有一个是住在402室的小田切幸子。小田切幸子是一个从樱花国来的女生，中文说的非常好，她一直是很冷静沉着的表情，让人感觉看不透。昨天出门的时候，华连城夫妇再三嘱托他们要小心谨慎，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们等着你们。这令崔子晨很感动，1年下来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深了。想到这里，崔子晨百感交集，看了看身旁熟睡的罗恒言和秦守天，以及不断和瞌睡虫斗争着的叶可欣。可心，坚持住，我们必须要有2个人醒着才可以，你再坚持一下吧。要不要喝点茶？我没事，我不能睡着的。那我们说说话吧。可心，你喜欢夏渊对吧？啊，对呀，不，我不是，我不是和夏渊他未必看得上我呀。何况现在第一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呀，我想都不敢想这些。我们一定可以一起活着离开那该死的公寓的，一定。叶可欣听到崔子晨这句话，安心了很多。恒言他呀，性格比较冲动，我很担心他，他也算很可怜了。父母双亡后独自来世生活，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啊，还有守天他也是和妻子离婚后，独自一个人颓废的在深夜到处晃荡，结果影子就被……秦守天以前和叶可欣接到过同一次写字指示，那一次只有3个人，结果另外1人死了，只有秦守天和叶可欣活下来。所以叶可欣对秦守天也有强烈的伙伴意识，很希望他可以活下去。这么说，崔先生和叶小姐还没起床？一大早，张村长就来问候他们。他们2个很累，还在休息。没关系的。罗先生啊，这里也没别人，你就告诉我吧，你老板什么时候来啊？啊，老板？什么老板？哈哈，还装啊？我知道你们老板叮嘱过你们，一定要装得像。没关系，我已经跟村子里的人通过气了，他们还不至于敢不看我的面子。你们随便在村子各处看，我绝对没有意见。我不明白。对，你不明白，不明白就对了。放心好了，你们住在村子里的这段时间，我绝对会好生招待你们。你们老板已经和我联系好了吗？张村长如此殷勤，似乎误会了什么事情，应该是因为那个老板才让我们留下来，而且还对我们如此热情。那么姑且就让他继续误会下去吧。老爷，发生大事了，昊天书不见了。昊天？罗先生，我先去处理点事情。不见了。子晨说过，任何的不自然都必须要绝对关注。村长，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吧。阿秀，他立即回过头一看，正是他的隔壁邻居，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梁仁斌，和阿秀一直是非常亲密。阿秀的父母死后，明确提出了希望阿秀嫁给仁斌的想法。不过阿秀以为父母守孝为理由，一直拖着婚事。农村的人毕竟比城里人有更多的保守观念。但是李冰的事情发生后，阿秀就对梁仁斌也敬而远之了。今天是冰儿姐姐的忌日，我会拜祭她，不管村里的人多么忌讳她，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个日子的。何苦呢？阿秀，为了李冰你就要一直和我这样反目下去？他都已经死了，我还能怎么做？我不想再看到你。好吧，反正今天这个日子和你说什么也没用。但是阿秀，你可要记住，我对你始终是真心的。
这时阿秀感觉到水中倒影有一张脸，不是自己，而是另外的一个女人。冰儿姐姐，阿秀一点也没有害怕。我知道的，我知道你很恨，就算变成这样，你依旧是我的冰儿姐姐。我不会怕你，因为我相信你绝对不会伤害我。你尽管去做吧，把当初逼死你的人全部都杀掉，全部。这个小村庄没有警察，出了大事，也就是村长管事，大家互相都很熟悉，一般盗窃、谋杀从来都不会发生，所以严浩天的失踪成为了这个村子的一件大事。村里人都自发组织起来，到附近各处寻找他。严浩天毕竟人缘也不错，大家也不希望他出事。这是李冰的复仇，是他的复仇啊！李冰这个名字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次的血字指示多半和他有关，但李冰到底是谁？每年的。阿琴，你别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各位，你们别介意。谁知道呢？阿秀，你在说些什么？这些年来，村子也不止一次发生怪事吧？哈哈，你们都做贼心虚，不敢多说什么。可是我很清楚呢，这是冰儿姐姐对你们的诅咒啊！这其中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玄机，虽然是听说有闹鬼的说法，但具体还不清楚。阿秀，你别妖言惑众。是啊，阿秀，你可别忘记，李冰是自杀的，不关我们的事。自杀？宋天，你还真好意思说呀？当初你是怎么对待冰儿姐姐的？冰儿姐姐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可是那件事情以后，你们所有人都把她当作瘟神一般看待，对她冷嘲热讽，甚至还向她丢石头。我亲眼看见过好几次了。那又如何？她是他妈偷汉子生的野种，我们留着野种住在村子，已经是对她莫大的恩惠了，她还有资格嫌弃什么？你再敢把那2个字说一遍！你有种动他试试，在我面前打我的男人，你当我不存在吗？葛林，你也是帮凶，冰儿姐姐的死你也有份，我也不会放过你的。也就是说，李冰是和村子里年轻一辈的人一起长大的，和这个阿秀关系最好，而后来他被发现其实是母亲偷情生下的，对观念保守的农村人来讲，自然就看不惯他了，估计对他进行了非常大的侮辱，他不堪忍受，所以选择了轻生。可是就算他真的阴魂不散，自己和子晨他们与其完全无冤无仇，没道理伤害我们了。但是那个公寓是不可能让我们到没有危险的地方去的，既然要住1个月，那这1个月绝对不可能不发生任何事情。后来询问了一下村长，罗恒言了解的更加详细了些。李冰的父母都是本村人，他从小和村子里的孩子一起长大，人缘一直都很好，性格非常活泼开朗。其中阿秀和他的感情是最好的，和亲姐妹几乎没有区别。年轻人里和李冰年纪最接近的就是村长家的洪某、素月、梁仁斌、刚才的宋天、葛林夫妇以及那个皮肤黝黑的铁琴。5年以前的一天晚上，李冰的母亲无意中说漏了嘴，原来李冰是他和以前一个来村子的外乡人通奸生下的。这件事情令李冰的父亲勃然大怒，几乎把妻子打死。后来他更是怒气冲冲地离开村子，说要去找到那个奸夫，至今也没有回来。而李冰母女自然在村子里受尽白眼，结果李冰的母亲在郁郁寡欢之下病死了。而那个时候只有阿秀帮助李冰操办他母亲的丧事，接下来的日子对李冰来说确实犹如地狱一般。村子里的人看他的眼神都犹如是在看垃圾一般，大家都感觉他很肮脏，一看到他要么就避开，要么就对他进行侮辱。最终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概1年的时间。某一天，李冰跳入河中自杀了。阿秀因此哭了好几天的时间，最终他还一手为李冰办丧事。回到村长家后，罗恒言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崔子晨他们。大致情况我明白了，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张宏武和张素月还有2人的母亲张英兰都当初对李冰冷言冷语吧？没错，这么说的话，如果李冰真的化为冤魂要复仇，那么这个家里就有3个人，可能是他的复仇对象。我们待在这里大概率会被殃及，但是去哪里好呢？阿秀的家我想是最安全的，因为按道理来说李冰完全不可能向他复仇啊。可是他父母都去世了，一个人独自生活，我们3个大男人住进去，生死关头了，还介意那种事情？你想得出比阿秀家更加安全的场所吗？但是我们难道强行住进去？和他商量看看，他昨天对我们也算热情，也许会答应。不过农村人观念保守，非亲非故的收留我们，难免惹人闲话。也没别的办法了，一会儿我一个人去找阿秀谈谈。你找死啊你！说什么李冰来复仇了，你还嫌闹鬼的传言不够多啊？可是你们忘记了吗？
昊天叔对闹鬼的说法一直不屑一顾，还说如果有鬼，他还真想见见呢。这话就是1个星期以前说的呀。那又怎么样？怎么可能会有鬼？但是真的好诡异啊！村长家的女婿也是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在打鼓啊。而且每次都在李冰忌日开始的1个月时间里出事，这也太诡异了，真的好诡异啊！村长家的女婿，少说几句你会死啊！鬼在哪里啊？李冰，你有种现在就跑出来吓我啊！哈哈，没种吧？你。葛玲的话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她清晰地看见铁琴的嘴巴里赫然看见了一张阴白的披头散发的头。嘴巴张大点。冰姐，你要做什么呀？这时候头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葛玲不敢相信刚才那一幕是幻觉，因为太清晰了。你的身上怎么那么多水？此刻鬼已经完全消失了，铁琴已经死了。铁琴不是我，是鬼，不是李冰。李冰和我没关系，你是自杀的。我是骂过你，打过你，可我没有杀你，不是我的错。你别来找我，别来。可以啊，你们想住多久都行。真的吗？我们4个人。可以的，你们是记者先生吧？只要你们把冰儿姐姐的死报道出来，揭露村子的罪恶，住多久都没关系了。阿秀的房子并不算大，住5个人的话的确拥挤了一点，不过反正晚上只需要睡2个人，另外2个人负责值班警戒，这样就足够了。那好，我们先去收拾行李，真的麻烦你了。我们肯定付房租，放心好了，不会让你吃亏的。崔子琛离开后，阿秀来到厨房。他家的厨房倒比较大，放着一个很大的水缸。阿秀走到水缸前，一个男人的身体正浸泡在水缸中，这男人正是失踪的严昊天。昊天叔啊，我可没有忘记当初你怎么对冰儿姐姐的，仗着你人缘比较好，像个长舌妇一般到处宣扬冰儿姐姐的事情，所以吗？阿秀拿着一把剪刀，剪掉了严昊天的舌头，装在了一个小瓶子里。冰儿姐姐，你放心好了，你尽管把他们一个个送到我这里来吧，我会好好处理他们的。阿秀来到一个柜子前，柜子里还存放着很多同样装着舌头的瓶子。你们要搬去阿秀家，是我这里招待不周吗？阿秀家那么小，住不下的。哪里，村长你招待的很周到，可我们是要体验农家风情，村长你招待的太好，反而没有真实在农村的感觉。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哈哈。村长，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明白的，不过，崔先生，你务必记住一件事情。阿秀他如果对你提到什么闹鬼，以及村子以前失踪的一部分人的事情，你可千万别相信，那都是他瞎说的。的确是有一些人在冰儿他忌日开始的1个月内会神秘的失踪，不过那都只是巧合罢了。巧合？现在的人都想着去城市里发展，很多人都觉得一辈子待在村子里没前途，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跑去城市里打工，谋求发展，总觉得城市里就遍地都是黄金了。至于为什么都选冰儿的忌日，我想他们应该都想把一切归于闹鬼的传闻，这样村里人就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去了城里，否则万一被那些啰嗦的村里人找到城里来就麻烦了。村长的这个解释很牵强，更感觉似乎是刻意在隐瞒着什么，村长却不告诉自己。阿秀他是不是也隐瞒着什么呢？总之，请崔先生你不要相信阿秀说的任何话，他和冰儿的感情太好了，所以才会这样子。我知道了，村长，那我们就先告辞了。你们就是那4个外来的城里人，来这做什么？是的，我们现在要去阿秀家里，请问您怎么称呼？梁仁斌，我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医生，和村长家关系也很密切。我是不知道张村长在想些什么，不过阿武和我提过了，他说你们绝对不是什么好人。我奉劝你们还是早点离开吧，闹鬼什么的都是无稽之谈。
你们就别想着挖新闻了。等等，你们都拿着行李要去阿秀家，你们要住他家不成？是的。你们算是什么人物？居然要去和阿秀一起住？你们敢？你这什么态度？我们就敢了，又怎么样？阿秀是你什么人？你管得着吗？她是我未婚妻，我警告你们，给我立刻滚出村子！再敢踏进来一步，我就废了你们！医生的儿子也该有点慈悲心吧？梁先生，还请你放手，我们住1个月就离开，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去你的！梁先生，请你不要逼我。你做什么呢？任斌，阿武、阿月，这样不好啦，任斌。阿月，你我都是和阿秀一起长大的，你说，难道我放任这群来历不明的人住到阿秀家去？我对阿秀的感情，你是知道的。我知道啊，所以才敢来这看看的。崔先生，你们走吧。你看，村子里的人都不欢迎你们。谁说的？我就很欢迎他们。梁仁斌，你长本事了呀！谁是你的未婚妻？你要废了谁呀？阿秀，你听我说，这4个人绝对不怀好意。那也比你强。阿秀，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让开！崔先生，你别在意，你们跟我来吧。阿秀，你这……梁仁斌，我在最后和你说一遍，我不是你的什么未婚妻，也不会嫁给你。你是怎么对冰儿姐姐的，我记得清清楚楚。你们2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阿武，你曾经想要强暴冰儿姐姐对吧？你别血口喷人。我知道的。你对冰儿姐姐说，反正她也是她母亲洪杏初强生的贱种，骨子里也一定流着放荡的血。那一次，你把她压倒树丛下，强行要对她施暴。如果不是张村长恰好经过呢，冰儿姐姐她胡说，你们别相信他。素月，你相信哥哥的对吧？还有你，素月，你虽然没有直接对冰儿姐姐做什么，可是你也是和她一起从小玩到大的。她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你始终袖手旁观。她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也没来慰问过她。阿秀，这个阿秀对李冰的感情还真不是一般的深，甚至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了。阿武，你不至于吧？那种事情你真做了？你疯了你！不是我，阿秀的话你信？他还说李冰的阴魂不散要找我们报仇，难道你也信？我和你从小光着屁股玩到大的，你说的话是真是假？难道我看不出来吗？阿秀，好，我知道了，以后不用以后了。今天不是李冰的忌日吗？我会和你去拜祭他，我为我做的错事向他忏悔，好不好？请你别这样，我是真的喜欢你啊。你喜欢我？好，那证明给我看。证明？怎么证明？你从那远处的河里跳下去啊！别忘记先把你的舌头割掉。你那样做，我就相信你的确是喜欢我的。阿秀，你不是说真的吧？不去跳吗？那只割掉舌头也行。做不到的话，就别说喜欢我。阿秀的话让崔子琛等人都是不寒而栗。同一时间，葛林回到家中。我杀人了，我杀人了。你说什么？没什么，我们去给李冰烧点纸钱吧。你没事吧？难道你真以为昊天书不见了是因为闹鬼？我心里不踏实啊。你就别想太多了，你受到阿秀的影响了，对吧？是有几个人失踪了，但也不多啊。也就是村长家的女婿是死的有些蹊跷，好好的居然浑身是水的倒在村长家门口。不过这也不能说是闹鬼啊，还不都是阿秀编出来的。其实啊，大家都在议论是不是阿秀杀了那些人，不过我觉得不可能啊，她一个弱女子怎么杀得了那么多人？我不知道，我看到你怎么语无伦次的？算了，你别多想了。有件事情，我刚才想着，感觉应该和那4个外来的城里人有点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1个多月前吧，有人给村长带来一封城里寄过来的信，这还蛮少见的。村长看了那封信后，态度变得很奇怪，对于闹鬼的说法变得更加忌讳了，所以谁都不敢在他面前说什么了。送信，我怎么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了，你一直都不太关心村里的事情。我估计，说不定那4个人和那封信有关吧，否则村长干嘛招待他们住他家去啊？好了，你别多想了，好好待着，我先去上个茅房。宋天来到厕所，刚要蹲下，就听见流水声。只见下面并不是水，而是嫣红的鲜血，而混杂在鲜血中还有手脚，甚至一颗头颅。宋天赶紧冲向茅房大门，可是门被锁住了。阿玲，你在干什么？快点给我开门啊！快开门！你叫什么啊？死了人了！阿玲，快打开！有。随即他再把目光看向便池，那里却已经是空空如也了。阿秀姑娘，
我想了解一下闹鬼的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崔子琛索性干脆也就扮演起记者的身份来了。这是我的记者证。记者先生，那你一定要将我的话都记下来，登载出去啊。是，一定的。那好，我就告诉你们吧。阿秀开始叙述起了冰儿死后发生的事情。李冰的死对村子而言确实引起了一阵骚动。虽然大家以前都轻视李冰，但人命关天，事后闹腾了很长的一段日子。而对李冰的感情极深的阿秀则是痛不欲生。在那以后，阿秀一直过着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平时也没有心情去耕作，好几个月都没好好吃饭，那段日子真的很痛苦。梁仁斌和张素月时常会过来看望阿秀。过去除了冰儿，阿秀和素月的感情是最好的。她虽然是村长家的孙女，但是平时很平易近人，身为农家女孩也很勤劳，只是性格太过软弱，缺乏主见，所以才会在冰儿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产生出从众心理。虽然她也同情冰儿，可也不敢为她说话。昔日的友情已经彻底破裂了。阿秀此刻看向素月的眼神里唯有仇恨。从我父母死后，冰儿姐姐就是无法替代的唯一亲人了。从小到大，无论何时，冰儿姐姐都守护着自己，每时每刻都如同一个姐姐一般关怀和爱护。冰儿姐姐的死，我根本无法释怀。而就在那天晚上，我忽然听到厨房的水缸传来奇怪的水声。最初我也被吓了一大跳，而我走进那水缸一看，发现了一具尸体。别怕，叶小姐，冰儿姐姐不会伤害你们的。那尸体居然是素月的父亲，村长家女婿的尸体。尸体的腰部环绕着一对白皙纤长的手臂。当我注意到的时候，手臂不见了。我突然明白了过来，是冰儿姐姐呀！冰儿姐姐杀死了这个男人。素月当初也被他告诫过，要他和冰儿姐姐断绝关系，绝对不要和他太过亲密。就因为他，连素月也对冰儿姐姐变冷漠了。知道我后来做了什么吗？我剪掉了他的舌头，因为他们的话太多了。随后，我把他的尸体搬去村长家的门口。阿秀小姐，你居然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你们不是记者吗？那就把这些事情报道出去吧，我无所谓。冰儿姐姐死后，我是死是活，早就不介意了。村长女婿的舌头被割掉，可是这件事情，村长家的人没有说出去。呵呵，他们大概想到了什么吧。的确有人怀疑过我，不过那又如何？反正我和村子里的人关系早就势如水火了，也就梁仁斌还不断纠缠我，但是我却时刻希望着哪一天他的尸体出现在我的水缸里。村子里失踪的人全部出现在水缸里，尸体后来你怎么处理的？割掉舌头而已。做了这件事情后，原来的尸体会消失，然后就会出现新的尸体。谢谢你，阿秀小姐，我都记录下来了，你的资料很珍贵。这个女人明显已经不正常了，对冰儿偏执的感情令她做出了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水缸、尸体、断舌，阿秀、冰儿，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隐藏着某个忽略的关键点，究竟是什么？冰儿的冤魂一直不散，在每年的忌日后1个月大开杀戒，将尸体送到阿秀家来，搬到阿秀家来住，真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这个女人的话能够相信几分？基本可信。你认为她还会杀多少人？这个嘛，大概铁琴、任斌、葛玲、洪武和素叶这5个人肯定会死吧。阿秀小姐，你可以和冰儿的灵魂交流吗？不能呢。如果可以的话，我还真希望能和姐姐多交流交流呢。你不害怕吗？我为什么要怕？阿秀小姐，你不该那么做的。可心，什么？难道那些人不该死吗？是他们逼死冰儿姐姐的，不是吗？不是吗？当晚，铁琴失踪的事情也令村子再度陷入了极大恐慌。此时可以说是人人自危，原本夜不闭户的农村都在晚上把门锁得好好的，而且都结伴出行。不对劲呐，那个水缸似乎是冰儿和阿秀联系的主要媒介，而每一次都会送去他杀死的人的尸体，不过后来又都会消失，只有村长家女婿的尸体例外。从各种情形来看，冰儿和阿秀都有深厚的感情和联系，所以如果我们对阿秀好，他没理由会对我们出手，表面上是如此，难道不对吗？太奇怪了呢。村子里的人也确实有怀疑阿秀的杀人嫌疑，可是似乎他们更为接受闹鬼的说法。从他们敌视记者和他们最初说的话来看，这件事情似乎闹得蛮大的。他们口口声声不承认闹鬼的说法，但我却感觉他们也无法完全排除这个说法。子晨，你的意思是，现在活着的人里也许存在着见过死去冰儿的人，所以才传出闹鬼的说法。毕竟如果认为是阿秀杀死他们更加合理一点。而村长很在意我们，反复告诫我阿秀的话都是谎言。他为什么那么在意我是否相信阿秀的话呢？我们是否认为这个村子闹鬼
对村长而言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我也很费解。村长对我们的确殷勤的不正常。夏云告诉我，从第4次指示开始，一切会变得越来越诡异和异常。但是这件事情却是非常简单的亡灵复仇，线索太过明了了。虽然以现实而言的确是非常诡异，但相对我前面的3次血字指示来说，谈不上特别诡异。冰儿自杀变鬼，然后向生前排挤和侮辱他的人复仇，这么简单吗？我知道了。什么？水。冰儿的出现全部都和水有关。我第1次进村子的时候，在阿秀挑着的水桶里发现了那个鬼的头颅，而冰儿是死在水中，他更是将尸体放入水缸交给阿秀。这全部都和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的确呢，也许他只能依附于水而行动，但应该没那么简单。不过水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夜里素月睡不着，一个人来到小河边散步，心头也不断回忆起冰儿。冰儿，对不起，对不起。忽然素月感觉周围完全暗了。是谁？谁在那？素月在这一瞬间猛地睁开了双眼。梦，刚才的景象都只是噩梦而已吗？然而此刻他发现被子都是水，接下来他的目光看向了眼前卧室的门。明明把门关上了呀。冰儿，我什么都没有做呀，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就这样过了许久，没有动静。素月又颤颤巍巍地向被子外看去，此刻女鬼已经不见了。她起来站起身，向门口走去。素月来到客厅，天花板、墙上都开始不断地渗出水来，水的数量越来越多。素月来到哥哥的房间，地面已经开始积水了。哥哥还好好的躺在床上，而他的房间也在到处渗水。奇怪的是，阿武却睡得很沉，一点也没有醒来的迹象。哥哥，快逃！冰儿，又是噩梦，怎么噩梦里面还会从梦里醒来？素月，怎么了？妈妈，我好怕，我好怕！你这孩子怕什么呢？我做了个梦，冰儿她回来了，她还要杀哥哥。你说什么呢？那不可能的了，冰儿死了，怎么可能再回来？但是爸爸还有昊天书他们，你爸爸的死不是什么闹鬼，你别听村子里的人胡说八道。可怜的孩子，你想得太多了。妈妈，你陪我一起睡好不好？不是吧，这么大的人了，还要和妈妈一起睡？求你了，妈妈。你这孩子，那好吧，我去拿被子。母亲走后，素月终于松了口气。妈妈这2天不是一直在村子的王大妈家打通宵麻将，甚至都睡在那里吗？她今天也根本没回家来啊。又是噩梦，这是现实还是噩梦？他根本不敢再睡下去了。他来到哥哥的房间，索性今晚就和他一起睡吧。哥哥，醒醒啊，我是素月。但是阿武睡得很死，根本没反应。素月索性就直接躺在他身边，紧挨着哥哥，然后闭上眼睛。2个人一起睡，总算安心了很多。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忽然朦胧间有人在叫他：素月，醒醒，醒醒！哥哥，让我再睡一会吧。醒醒，素月！还是一个噩梦，似乎会永远的轮回下去，根本不停歇。他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里了。刚才的一切究竟是真实还是幻梦？他难道永远也醒不来了？他来到厨房里拿了一把刀，随后他就拿着那把刀坐在厨房里，打算就这样熬一夜。反正他不想再睡着了，但愿此刻就是在现实中吧。忽然他猛地看到一个黑影出现在了厨房门口，
而那个黑影虽然看不清脸，但的确是披头散发的女人。去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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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反复多少次？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从噩梦中醒来？到底该怎么做？一切都是冰儿的冤魂来索命吗？可是自己对他做了什么？难道只是坐视不管，他也不放过自己吗？就为了这个要折磨自己吗？然后他再一次来到了厨房。这一次噩梦不会再醒来。罗恒言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居然置身在一片树林中。这是哪里？自己明明躺在床上啊！难道说……罗恒言想到这里，就感到极度的恐慌，仿佛随时会有一个怪物从周围出现。一时之间，他一动也不敢动。他入住公寓的时间毕竟太短了，几乎没有多少经验。此时此刻，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找上自己。按道理说，没有理由李冰会找上自己啊！你不是那个城里人吗？是你们该不会也是？醒来后就莫名其妙在这了，难不成是你们搞的鬼？胡说什么呢？罗恒言现在也没有和他吵架的心思。宋天和葛玲二人显得尤其害怕，最镇定的人倒是梁仁斌。我们走回去吧，这离村子也很近。大家安下神来，迈步前行。反正也就离村子不远嘛。倒是罗恒言很紧张，不时低头看看自己的影子，就担心会发生变化。好在影子始终很正常，看来这里依旧属于公寓规定的幽水村范围内。任冰，阿秀她最近有没有古怪的变化？什么意思？你这话到底？阿秀她是不是在做着什么事情？宋天回忆起那恐怖的经历，开始怀疑阿秀会不会是对他们下了蛊，又或者是传说中所谓的降头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自己身上发生的灵异现象。你在胡说什么？你认为阿秀做了什么？她会不会是会什么妖术呢？总感觉怪怪的。我怀疑她可能懂得召唤鬼魂，否则怎么会那么巧？她每次在礼兵忌日的时候诅咒我们，总能应验。你看，昊天书、阿晴都失踪了。住口！任冰，你这是做什么吗？我也觉得他不正常，他总是那么死气沉沉的，整天都想着怎么报复我们。为了李冰，他恐怕什么也做得出来。对，不是听说过有什么降头师的吗？说不定他就是这类人物，要么说不定就是请笔仙之类的。罗恒言在一旁听着他们吵着这些事情，实在感到头痛。降头师？当然不是。公寓给予的写字指示绝对是纯粹的灵异诅咒现象，不可能有任何人类的因素在其中。阿秀绝对不可能会在这其中起到这样的作用。得早点回到阿秀家去，毕竟待在这阴暗潮湿的森林里，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猛然回忆起子晨告诫过他，水是一个关键的要素。这地面的草地确实相当的湿润，罗恒言一下警惕了起来。你们别吵了，我们还是快点走吧。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向村子的方向走去。任斌，阿秀她最近有没有古怪的变化？怎么又开始问这句话了？什么意思？你这话到底？这次提问的人不再是宋天，而改为葛玲了。更奇怪的是，梁仁斌却好像根本不记得刚才被问过这个问题了。阿秀她是不是在做着什么事情？你在胡说什么？你认为阿秀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说和刚才一模一样的话？她会不会是会什么妖术呢？总感觉怪怪的。我怀疑她可能懂得召唤鬼魂，否则怎么会那么巧？她每次在礼兵忌日的时候诅咒我们，总能应验。你看，昊天书、阿琴都失踪了。住口！任斌，你这是做什么吗？我觉得他不正常，他总是那么死气沉沉的，整天都想着怎么报复我们。为了礼兵，他恐怕什么也做得出来。对，不是听说过有什么降头师的吗？说不定他就是这类人物，要么说不定就是请笔仙之类的。够了，你们疯了吗？为什么重复和刚才一模一样的话？你们到底是怎么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变得好奇怪，你们是不是中邪了？究竟怎么了？越到后面写字指示就越诡异，越是难以理解，超出人的常识。罗恒言此刻完全乱了方寸，此刻他只感觉眼前的人是中邪了。随即他不再理会他们，转过头就跑了。很快他渐渐发现，仿佛他一直在原地打转一般，周围的景色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只是树林本来就到处是树木和草地，所以一开始他没有发现，但现在看来着实非常诡异。任冰，阿秀她最近有没有古怪的变化？什么意思？你这话到底？阿秀她是不是在做着什么事情？你在胡说什么？你认为阿秀做了什么？她会不会是会什么妖术呢？总感觉怪怪的。我怀疑她可能懂得召唤鬼魂，否则怎么会那么巧？她每次在礼兵忌日的时候诅咒我们，总能应验。你看昊天书，阿琴都失踪了。住口！我觉得她不正常，她总是那么死气沉沉的，整天都想着怎么报复我们。为了礼兵，她恐怕什么也做得出来。对，不是听说过有什么降头师的吗？说不定她就是这类人物，要么说不定就是秦笔仙之类的。任冰，你住手啊！为什么动不了？眼前的一切就犹如一个黑暗，他感觉身体也被卷入了这个黑暗。而这个时候，发现罗恒言失踪的崔子辰和秦守天分头在村子的各处寻找他。恒言，罗恒言，恒言到底到哪里去了？阿秀，你们在找谁？罗先生不见了。是的，他本来在睡觉的，可是不会有事的。我想罗先生大概是到哪里散步去了吧。阿秀没有露出丝毫担忧的神色，依旧谈笑风生的样子，而这令崔子辰感觉到毛骨悚然。怎么了，崔先生？你到底是谁？人类不会进入到灵异恐怖现象之中，但阿秀真的是人类吗？现在还没办法证明她是否是人类。这个村子，这个幽水村，是因为倚靠着这黑巫山绝好的山势和水源得以发展起来的。即使在这大山中，我们也能够过着自力更生的日子。我的父母啊，和冰儿姐姐的父母都一直致力于这个村子的开垦和建设。对我来说，这山这水都是无法磨灭的记忆，虽然很辛苦，但却是我和冰儿姐姐的最美好和宝贵的记忆。对于身为农民的我们来说，深深相信只要勤劳就一定可以获得幸福。但是我现在衷心希望这个村子毁灭。什么勤劳的人就一定会获得幸福啊，都是假的。纵然冰儿姐姐和她的母亲为这个村子的建设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仅仅因为他们那自以为是的价值观无视他们的痛苦，把姐姐她打入了地狱的深渊，甚至不惜逼死她。就算是变成了鬼又如何？就算冰儿姐姐化为厉鬼，也比那些所谓的人要来的美丽。不是这样的，你根本不知道的。真正的地狱，你知道真正的地狱是怎样的吗？任冰，为什么我要说这句话？完全控制不了自己。阿秀她最近有没有古怪的变化？他俩又把刚才的对话完完全全复制了一遍，这一次变成了罗恒言。原来根本无法自我选择，不由自主就说出了这些话来。当把降头师和笔仙这些话说出来后，罗恒言忽然明白到是什么地方让他感觉不自然了。每轮回重复一次那个对话，他们5人中就有1人会莫名其妙的消失，不知道他们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很快他得出了答案，眼前不再是打他的良人丁，而是一棵树。真正的地狱。此时崔子琛也不想和阿秀多说什么了，他现在最担心罗恒言的安危，他内心最恐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虽然早有预料，但他确实也抱着一丝侥幸，是不是可以就这安然的度过1个月的时光。但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还记得罗恒言当初进入公寓时一副惊慌失措痛苦样子，是自己去安慰他，并且告诉他完成10次写字指示就可以离开。虽然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年的时间，但至少有了希望。可是现在那个终于重新有了希望，志愿和自己一起活下去的人，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了。在那公寓内，住户和住户间虽然有彼此信任的，但更有彼此戒备的。而崔子琛可以完全敞开心扉，彻底信任的对象唯有夏渊、叶可欣、罗恒言、华连成夫妇和106室的外科医生唐兰炫。上一次崔子琛死里逃生回到公寓后，他们7个人一起吃了顿火锅。毕竟在这犹如地狱一般的公寓中，能够生存着便是最大的幸福了。那个时候罗恒言也得以逃过一死回到公寓，所以大家说一定要庆祝一下。那一天是为数不多的在公寓里快乐的日子，大家谈谈笑笑，说着自己的往事，并且希望将来能够一起携手离开这个公寓。崔子琛很希望这次可以和罗恒言他们一起活下去，一起离开公寓。同一时间，
秦守天进入了那片密林，寻找罗恒言。虽然和罗恒言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个憨厚耿直的小伙子令他很有好感，实在不愿看到他就这样死去。忽然，眼前出现了一条奔腾的河流，那条河大约有10多米宽。秦守天顿时愕然，按理这不会出现河流才对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此刻距离那条河仅仅几米左右的距离，却是再也不敢向前再度迈出一步。谁？子辰说过，谁有问题，但也不能就这么回去。彭燕，原本距离自己还几米的这条河，此刻居然就在自己脚下。他居然移动了，什么时候的事情？果然越是后面，血字指示就越诡异。秦守天想要游动，但在这湍急的水里，他根本没办法。子辰，子辰，是守天。他也不管阿秀，连忙奔向声音的方向。阿秀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快了呢，冰儿姐姐，一切都要结束了，一切都会结束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冰儿姐姐要对你们也出手，但她那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你们一定也做了什么对不起姐姐的事情吧？说完，他转身向厨房走去。守天，回答我，守天，守天，我在这儿。子辰，快请吧。守天，你坚持住。子辰，你别下水，这水太诡异了，在里面有人，根本出不去。拿绳。守天，接着。糟了，子辰，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个该死的公寓哪有这么不给人活路的？子辰，守天，可心，叶可心在阿秀回来的时候已经醒了，只是在装睡。当听到阿秀那古怪的话语后，立即背了背包冲出了屋子。此刻秦守天已经慢慢沉入了下去。守天，守天。可惜，距离这条河远点，这条河会自动接近你进行。子辰，崔子辰现在已经非常恐惧，距离地面有好几米的距离，此时他也顾不了那么多。子辰，你没事吧？可心，我没事。在公寓里生活3年的时间，叶可心可以活到今天，自然也见识过不少诡异莫名的现象。此时他都已经麻木了，但崔子辰却是极度愕然。此时他正在想怎么才能逃走，面对如此巨大的头颅，一时也没了办法。忽然，这颗巨大的头颅消失不见了。崔子辰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但是我们居然要在这么恐怖的村子待1个月，虽然已经预想过各种状况，但实际情形远远超出我的预计。1个月只过去了1/3的时间而已，接下来该怎么度过？可心，我们走吧。我还是太天真了，以为在公寓住了1年，就算是很有经验了。算了，子辰，反正你也活下来了。可是守天死了。叶可心上一次好不容易和秦守天一起死里逃生，没想到这次救叶可心并没有流泪，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不过至少子辰你活下来了，我们一定要互相扶持，活过这1个月。还有大概2周多一点，我们就能够离开幽水村了。还有2周多，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了。可心，我们回阿秀家去。可是阿秀她现在已经着魔了，觉得我们也做过对不起李冰的事情，想要所有人都死。现在这个幽水村已经不存在任何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安心度过1个月的，接下来的日子里还是会不断出现这样诡异的现象。李冰他可能已经化为无差别杀戮的恶鬼，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连守天和自己也要杀。恒言恐怕也凶多吉少了。目前无论阿秀有多么危险，唯有依靠这个唯一的救命稻草了。我们只能更加的对阿秀好，希望李冰能够手下留情。阿秀，我们回来了。
崔子琛两人进屋后，看见屋里躺着一个人，正是梁仁斌。此刻的他满脸是血的躺在地上，应该是死了。哎呀，让你们看到了，随便啦，反正你们也知道，我只是割掉他的舌头罢了。阿秀，请你住手吧，你能否想办法和冰儿沟通，让他别再杀？住口！你有什么资格叫冰儿这个名字？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冰儿姐姐会对你们出手，可是如果她那么做，就说明有她的理由。好了，你们可以继续住下去，报道的事情可别忘记呀，否则我为什么收留你们？疯了，这个女人绝对疯了。但就算知道她疯了又如何？这个疯子女人却是能够在这幽水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次日，任斌、阿武他们的失踪引发了村子的巨大震动。虽然往年也会有人失踪，可是今年失踪的人太多了，而且村长的外孙、外孙女也在其中。但是，虽然怀疑阿秀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没有一个人敢来为难他。理由很简单，闹鬼之说已经深入人心，那么一旦去伤害了阿秀，不是找死吗？在那之后，村子里的人看到阿秀都会害怕地绕路走，谁也不敢说他一句坏话。接下来的日子里，居然一直都很平静，再也没有发生异常现象。恐怕一次性杀了那么多人，冰儿也想暂停一段时间。于是就这样，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7月7日终于到来了。你们今晚午夜0点1到就走吗？是的，阿秀小姐，感谢这么多天的款待。也好，那还请好好报道啊。反正如果你们不报道的话，后果你们也知道。放心吧，阿秀小姐，我们一定会的。后果崔子琛当然知道，不过他也没有报道新闻的打算。无论遇到多么凶恶残忍的冤魂厉鬼，只要能够逃回公寓，就能够彻底安全。那个公寓虽然可怕，但却也是最安全的避风港。无论多么可怕的鬼魂，都不可能进入得了公寓。那么快就要走，你们为什么那么急着离开？我们有急事，得连夜走。可是要翻越黑巫山很耗费时间呢，而且这个点了，山下也没有公车，你们怎么走啊？我们的车停在山下，应该没问题。随便你们吧。说完，二人便转身离开了。这段时间，崔子琛和叶可欣都对阿秀表示出极为友善的态度，好几次帮他操持家务，尽量不让他忙碌。如果李冰和他感情真那么好，希望这样做能够让李冰对他来手下留情。当然，如果那么简单就可以活下来，那这第4次写字只是未免太简单了。崔子琛不相信有这个可能。崔子琛和叶可欣走到了村子的边缘地带，这才停下坐了下来。子琛，终于要离开这个村子了。听好，可欣，那段山路相当难走，我们这一行恐怕真的很艰难，即使很顺利，也要花费3个小时才能走到山下。开车到 A 市需要花费2小时左右，而进入市区再到公寓那也需要大约1小时左右。6个小时？6个小时将决定我们的生死。可以在6小时后进入公寓的话，就能够活下去。夏渊对我说过，虽然公寓非常残酷，往往很多状况都是必死无疑的局面，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有活下来的可能。所以可欣，我们绝对不可以放弃。3年来，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虽然6小时很漫长，但鬼魂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攻击你，否则以血肉之躯，夏渊和叶可欣能够活到今天吗？时间不断的流逝，距离午夜0点也越来越近了。村长一家现在是痛不欲生了，哈哈，真是好笑啊！冰儿姐姐，你杀得好啊，你杀掉他们所有人了哦。啊，对了，还有阿武和素月的母亲呢，她也得死啊，因为她也说过你的坏话。对，你明天把她也杀了吧，然后我来剪掉她的舌头，哈哈。冰儿姐姐，你终于肯见我了。还有不到5分钟就可以离开村子了。是谁？谁在哪？你们是谁？难道村长派人来接我？不对啊，我没告诉他我今天来啊。你认识村长？是啊，你们的穿着不像村里人啊。你们是谁？我们是来观光，体验农家风情的。哦，蛮有趣的嘛。不过大半夜的，干嘛待在这啊？我们有点急事，需要离开村子。随便你们吧，我要去村子里看看了，很多年没回来了。那个，小姐，你以前住在村子里？对啊，我离开村子有好几年了呢。2个月前我给村长写了信，说我这次会回来投资，让村子脱贫致富。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对了，忘记自我介绍了，我的名字叫
李冰。怎么了啊？哦，我知道了，村子里的人告诉你们我死了，对吧？当年我的确是想跳河，甚至都把鞋子脱掉了，准备跳下去的时候，却又感觉就这样死去太不甘心了，所以我离开了村子，想先去找我父亲。仔细回想起来的话，村子里的确没有人说找到过李冰的尸体，只是说他跳河自杀了，而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就仅仅因为他留下的鞋子吧。水流如此湍急，找不到尸体也是很正常的，也难怪村子里的人会误解李冰已经死了。你刚才说你2个月前写信给村长，那为什么村长他不说出来？我要他保密的。离开村子后，虽然没找到父亲，但是依靠在城市里打工创业，最后开了一家小餐厅，没想到几年下来居然发展为连锁餐饮店，开了公司，成了董事长，赚了那么多钱。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村子，虽然有过那么痛苦的回忆，可是这里有我的父母阿秀、素月，他们都是我无法磨灭的回忆，所以我决定回村子来投资，让村子能够致富。不过我想给阿秀一个惊喜，让我亲自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我还活着。啊，阿秀他是……我知道，阿秀很挂念你。阿秀他还好吧？阿秀现在能够算是好吗？我还和村长说，我可能会先派几个公司里的经理到村子来考察，规划具体的投资事项。不过为了避免人多口杂，他们会自称是来体验农家风情的，让村长不要说出去，好好接待他们。而且即使是在村长面前，也不要提到我，就当成是真的来体验农家风情的。不过后来我还是打算亲自来一趟。原来如此，村长是把我们当成冰儿派来的人了。他提到的老板自然也就是冰儿了，难怪对我们那么殷勤，还要我们多去村子里走走看看。那么那个杀死了恒言和守天的女鬼到底是谁？冰儿姐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阿秀到死去的瞬间都不明白冰儿姐姐为什么要杀死你。12点了，可心快逃！崔子琛不再理会李冰，拉起叶可心往树林深处跑去。李冰感觉有些诧异，但此刻想立即见到阿秀的心情占了上风，否则他也不会那么急在这个点来到村子。那是什么？可心，一定要小心水，绝对不可以接近有水的地方。李冰还活着，所以那个女鬼不管她是谁，但绝对不可能会因为阿秀而对我们手下留情。可心，好。子琛，他没有跟上来吧？不知道，应该是没有。两人此刻很清楚，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怎么了，子琛？我们走。可心，这个幽静的树林，此刻变为了要吞噬掉他们二人的恐怖存在一般，而3个小时都要这么度过，不等到达公寓，只怕就要精神崩溃。可心，可以活着回去的话，你就向夏渊告白吧，至少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你对他的感情其实非常深吧？好的，我会考虑看看。叶可心也不知道这次到底能不能活着回到公寓，他想起了夏渊，回想起和夏渊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谁人能及你出阵？温馨笑声中回眸心烙印，我暗地的赞叹，你是我心上人。热唇遗留的一吻，情怀难自禁，令我口竟不对心，开始放任。夏渊和叶可心平时就相当亲密，但谁也没捅破这层窗户纸。叶可心这次是下定了决心，回去就跟夏渊告白。二人终于顺利走到了山下，崔子晨看到了他们的车，本来就害怕车会不会消失不在那里，现在看来是多心了。车子很顺利的开动，这令崔子晨相当意外。
他还以为这过程中会出什么事情，只是二人都没有发现，在车后座上，此时居然有着一大滩水。公寓内1楼的大厅，此时聚集了2个人，外科医生唐兰炫和那始终阴沉不已的唐文山。其实根据时间计算，崔子晨他们4个不会那么快回来，但唐兰炫非常担心他们几个都睡不好，一觉醒来，索性穿上衣服到楼下来等他们。而看到唐文山也在那里，着实有点意外。不知道他们能有几个可以回来？唐文山依旧是一副冷若冰霜的阴沉表情。连城、一王，你们也是睡不着，来等子晨他们的。是啊，真担心他们4个，尤其是子晨和可心，希望至少他俩能活着回来。夏渊大概也会提前下来等吧，楼长他对我们都很关心啊。他们一定可以活着回来的，一定会。又过了2个多小时，此刻崔子晨他们已经进为室，距离公寓不远了。怎么了，子晨？我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有点过分顺利了。夏渊曾经对我说过，可怕的不是异常，而是太过正常。而执行血子指示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比一切正常更加恐怖的事情了。可是应该不会吧？算了，但还是要警惕。进入公寓之前，哪怕是跨入公寓大门的前1秒，都不可以有丝毫的放松，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可心，下车。女鬼又不见了，可心你没事吧？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公寓了。崔子晨和叶可心终于来到了公寓楼下，此刻夏渊等人已在门口等候。快呀，快！3米、2米、1米。怎么会？依旧是那么诡异，是那个女鬼做的。如果真是如此，那自己根本无法进入公寓啊！该怎么办？崔子晨继续向前跑，可是又被拉了回去。子晨，怎么办？完了，没有生路了。子晨，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我还没有向夏渊告白。可心，可心死了，他也死了。崔子晨想着，竟然无法逃回公寓，就往反方向逃。忽然，从女鬼嘴里出来的女鬼力气更甚，牵制住了女鬼。崔子晨认出了那张脸，不敢多想，急忙往公寓门口跑去。谢谢你，阿秀，活下来了，再一次活下来了。阿秀的家里已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她怅然若失地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不知所措。最终，这对姐妹还是错过，没有能够再度见面。冰儿姐姐，有缘的话，我们来生再做姐妹吧。躺在地板上精疲力竭的崔子晨，只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这几句话，就昏迷了过去。